为什么说永远也不要躺平？为什么说一个人的自我被否定，就意味着一个人精神上的死亡？为什么中国式的父亲在家庭中的存在感这么低？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最累的是自闭而孤独，自我被否定就是精神死亡，孤独星球与不存在的父亲这3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最累的是自闭而孤独，最累的人是什么都不做的人。一些人他们很少工作，也没有什么交际，但他们任何时候都累得不行，旁观者很难理解他们在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累。深入谈下去，你会发现这种累是源自内在的交战。他们一方面无比渴望和人或事链接，当然这一点并不容易觉知到，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恐惧建立任何连接，所以要压制链接的渴望。链接的渴望是人类最根本的渴求，要压制它，那将耗掉大量的能量，所以累由此而来。相反，有意义的忙反而可以是一种治疗。我们都知道，做你自己喜欢的事不仅不容易累，还可以越做越精神，因为你投入到事情中时，你和事情就建立起了链接。同理，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越来越享受，这也是有链接的发生。链接意味着关系建立了，关系成为一个通道，而关系双方的能量在这个通道中流动，这份流动着的能量是最好的滋养。冥想和静坐也是极好的滋养方式。看似孤独，然而这时候的孤独其实是有深度链接的。如果能在冥想和静坐中将念头吸掉，那将是最佳滋养，或者说用滋养这个词已不足以来形容了。深度睡眠也可以很好的滋养一个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滋养方式。当然也有人深度睡眠极少，甚至没有体验过深度睡眠，那一定是这个人的头脑每时每刻都在拼命运转，他不敢沉静下来，沉静中他会触碰到自己的内心，而内心中的痛苦他认为会淹没自己。我每天必须午休，否则下午就会困得厉害。有时候感觉午休并不是在追求身体的休息，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休息，追求的是自己绵绵不绝的念头突然间有一刻能安静下来。这种安静一旦发生，哪怕只是很短的一个瞬间，也会很好的滋养到我。我做事情不容易累，因为我做的事基本都是我喜欢的，但与人交往时我很容易累。对于这一点，通俗的说法是，在人际交往中不自然而深入觉知的话，是因为既渴望链接又抗拒链接的矛盾在损耗着自己。心不动，感觉不动，而头脑在妄动。有一位来访者几乎不做任何工作，也没有交际，但每天都累得不得了。他的累有一个现实原因，他每天简直是在用生命在看电脑，没法停下来，最后头昏眼花，全身不舒服。但前不久因为生病，他必须得躺在床上，没法看电脑。躺在床上的10几个小时，他感觉自己得到了休息，并有了很好的感悟。那10几个小时中，我的头脑就像是个游泳池，我不再控制我的想法，它们在游泳池内自由地流动着。这份感悟很好，让他放松下来。但紧接着他做了一个噩梦，一个人在靠近他，鼻息都触到了他脸上的皮肤，他被吓醒了。吓醒后，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又开始控制头脑里的那些想法。如此一来，他的头脑不再是流动的游泳池，而变成了一团乱麻，甚至可以说是混凝土。探讨这一现象时，他说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是偶尔有一个小小的放松，随即他会将自己的心提起来，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是漫长的空白。空白是因为他完全活在一团乱麻的头脑里，而没有和任何事物建立链接。而他的那个噩梦则显示，他在惧怕链接，抗拒链接，任何人的靠近可能都会吓到他。他整天陷在电脑中，就好像他的头脑和电脑长在了一起，
这样的人现在有太多了吧？只是从电脑换到了手机，整天玩电脑导致了他的累。但我见过一些个案，不玩电脑，也不做什么事情，仍然整天很累。问他们，他们都会说自己的头脑一刻都不得闲，但他们这种不间断的思考却没有带来成果。也就是若深入探讨他们的思想，就发现他们的思想一样是苍白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无源之水，感觉是你与事物建立关系的那一刹那的产物，而真正的思想则是感觉的提炼，它一样也是扎根于你与各种事物的链接，同样包括与你的心的链接。所以说，宅在自己的世界里，这种自闭式的孤独总伴随着头脑的网动，并且头脑的网动是为了抗拒链接的渴望，这导致了累。但话也说回来，我们每个人都有程度不一的宅。作为没有开悟的普通人，我们势必都有一个自我，要从自我走出而和外界建立链接，我们一样也需要一些过渡。从宅在自我中到与外界建立起链接，我们必须调整节奏，让自己慢慢进入世界。这时那些看似无聊的东西可以发挥过渡的作用。比如早上起床时，我要闹钟响2次，而不是第一次响我就起来，并且醒来后要看看手机，这是在过渡，也就是从自己的宅进入外界的过渡。比如一个书法爱好者，在写字前他会抽抽烟，和人聊聊天，喝喝茶，随便做点各种无聊的事。突然间他有感觉了，再开始写字。抽烟、聊天、喝茶，这些无聊的事也是过渡。任何需要感觉才能做好的事，当事人可能都会发现自己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有时这个过渡时间会很长，因为感觉需要你和那个事情建立起关系才会发生。因为这个原因，作家、艺术家等常有严重的拖延症。不过这份过渡也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做，比如静心会是很好的方式。我偶尔会这样做，在写文章之前，先看大量的资料，然后让自己安静下来，闭上眼睛，感受身体，这样静心一段时间后再开始写文章，就会变得有效率很多。自我被否定就是精神死亡。对一个人而言，最可怕的是他最为重要的感受被周围人否定，说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是相反的样子。我现在越来越多地发现，内心严重的分裂，甚至精神分裂症就是这样发生的。假如一个家庭是极端家长制的，那么故事常会这样发生：权力狂极力向下施加压力，让别人服从他。这个权力狂常常是父母，偶尔是家庭中的长子或长女，因为各种资源掌握在他手里，并且他偏执地追逐这一点，甚至不惜杀人或自杀。于是家庭成员纷纷顺从，最后精神最弱小的就成了这个权力结构中的终端受害者。终端受害者的精神非常苦闷，他向家人诉说，但家人因为怕麻烦或恐惧，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相反，他们都说爱他，并说权力狂的一切癫狂行为都是出于爱他。这时他向外部世界求助，可外部世界的所有人也说权力狂爱他。他发现他的痛苦没有一个人理解，且所有人都觉得他不该痛苦，他应该快乐，并感恩权力狂。在这里加一句，这太像中国当前的社会了，一个暴虐的专制者，一群奴性深重的小粉红，构成了施虐狂和受虐狂的完美组合。而小粉红群体之所以对自由派狂吠式攻击，太像这本书中刚刚描述的句子，也就是说，自己跪着，却对有勇气站起来的人深怀仇恨和攻击。好，回到这本书，于是他饱受折磨的灵魂被驱逐到一个角落。假如他将这些痛苦展现到外部世界，那么他所能居住的角落就只有异端、疯子、精神病的世界。这种外部现实也会进入内心，他自己也会驱赶自己的痛苦到内心一个极度被压缩的角落。结果他内心也处于极端分裂中，因为这份痛苦是他生命最大的真相，他不能被忽视。可以想象到，在特别讲孝道的地方，一个孩子最容易成为权力狂家庭的受害者。他被父母伤害，但所有家人说父母是爱你的，你不应该有痛苦。到了社会上，大家也这么说，去看书，书上也这么说，最后他只能分裂。
有时是一个学生受了老师的伤害，但学校不会给他支持，回到家父母也说老师虐待你是教育你，书中也这么说，最后他也得分裂。在严重重男轻女的社会，一个女性也容易有这样的结果，她的痛苦不能到任何地方去诉说，任何人都会用一套奇特的绕了很多弯的逻辑来告诉她，别人没有错，错在你。比如印度，被强奸的女性都不能报警，因为报警会被警察奚落，甚至被警察再次强奸。最后她也只能分裂。我写这些文字绝不是说所有的精神分裂都是源自这种现象，我只是看到我了解的一些内心分裂甚至精神分裂的人活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对他们而言，系统性的被迫害妄想是非常真实的，因为的确是家庭系统或社会系统构成了一个否定他、打压他乃至迫害他的系统。所以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无论走到哪里，别人都说虐待你的人是爱你的。请记住，轻易地说这样话的人就是在制造分裂。所以请看见痛苦者的痛苦感受，确认他们的痛苦感受是多么真实，不要粗暴地进行评判，更不要朝相反的方向说。你以为把虐待说成爱，或让他在伤害中看到爱的存在，是为了让他看到所谓的正能量，其实你在继续将他朝分裂的方向推。精神分析认为，精神分裂症等重型精神疾病的心理因素源头在于极度糟糕的母婴关系，这也可以理解为婴儿期的重要感受不能被母亲看到，不能被确认，于是这些感受就成为破裂的碎片。婴儿的自我功能不能包住，更谈不上整合这些碎片，不尊重个人的感受，而要维持表面上的和谐，这历来都是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经典现象。新颁布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它不仅在法律上要求孩子赡养父母，还要求孩子在精神上照顾父母孤独的需求。赡养是事实层面的东西，法律需要做这方面的界定，而精神上照顾父母孤独的需求则是情绪层面或精神层面的东西，法律也要干预，这就是管太多了。并且他大有这样的气魄，不管父母怎么对待孩子，孩子都不要理会自己的感受，无条件的孝顺父母，这也是对人的感受不尊重且过多干涉的表现。他终将先制造精神分裂，而后制造家庭分裂，而不是促进和谐。江苏无锡市77岁的老太太楚某成了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第一个受益者。她状告女儿女婿，要求他们常回家看看，最后胜诉。相关的报道中，她的女儿默然处理着，女婿则勉强牵着老太太的手，周围人则有千般表情，但没有一个表现出清晰的愤怒或清晰的喜悦，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如果父母不够爱孩子，亲密感建立不起来，常回家看看就不可避免地只是一个面子上的东西，而不会有实质的亲密。写这一系列微博，一是因为一些个案的累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下面这一个事件。重庆一个9岁的女孩没有按照父亲的要求摘菜，被父亲训斥，她反驳，遭父亲打耳光，但在学校竟然被感恩教育老师进行教导，在1000多人面前向父亲下跪并请求原谅。这就是在女孩的心里制造巨大的分裂。所幸的是，网络上对这种教育一片骂声，但最初报道此事的重庆商报仍然称此事很感人。在这类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难免会逃避常回家看看的事情，而法律管太多了。最后强调一句话，感受被看到就是最好的治疗。孤独星球与不存在的父亲，太多的人常见于男人，自认为深情有爱，觉得自己不吝给予且不索取，是讲道理不自私的好人，但其实他们是一个孤独星球，他们几乎纯粹活在一个孤独轨道上。他们愿意通过道理来和其他星球偶尔打打交道，甚至还愿意付出比对方的多得多，但那只是一个瞬间，然后他们又会回到自己的孤独轨道中。听了很多关于男人的故事后，脑海中才冒出了这样一个词，孤独星球。有了这个词后，对小王子有了新的理解，他讲的就是一个又一个失去联系的孤独星球，在每个小小的星球上有一个倒霉的人，而且没记错的话也都是男人。这是因为性别差异吧？
男人如果是孤独星球，对他们自己而言似乎问题不大。男人可以活在逻辑和头脑里，还可以生存得不错，工作很好，朋友不少，只是内心超级孤独，并觉得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绑住了。如果女人也是孤独星球的话，那她们自己的生命力好像完全被锁住了，身体也会严重的僵硬。自闭症患者之中，也是男孩占了大多数。对女人而言，自闭不大容易。如果真的自闭，那是致命的。关于孤独星球，我有很多故事，但首先说说我自己的故事吧。有一次，我梦见在回家的路上，路边都是美国牛肉店，而且免费，但我就是要回到家里吃我自己早就准备好的那一点牛肉。梦里有一种很清晰的感觉，他的意思是，假如我吃了路边店的牛肉，就破坏了我的自恋。醒过来继续解梦，就觉得这好像讲的是我学心理学的方式。我偏爱自学，虽然上课也不少，但积极性不高。在家里自学，就是吃自己准备好的那点牛肉，跟其他老师学，就是美国牛肉店。而且因为我有各种资源，还可以免费学。之所以跟其他老师学的积极性不高，脑袋里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看起来潜意识中真正的理由是，我是如此的自恋，希望我的心理学建树都是自己创造的。而如果主要跟其他老师学习的，那就破坏了我的这份自恋。我还想到，我极少求人，可能也是这么回事。懂事，不求人，不麻烦别人，这些特点都是孤独星球们的标配似的。之所以成为这样，可能是婴幼儿时期孩子对妈妈的依恋出了问题。依恋，它最初指婴幼儿对妈妈的情感方式，它有4种类型：安全性依恋、回避型依恋、矛盾型依恋和紊乱型依恋。设想幼儿园要放学了，妈妈们出现在幼儿园教室的门口，而孩子们也都看到妈妈来了。这时，你会看到不同依恋类型的孩子会有不同的反应模式。安全型依恋的孩子一看见妈妈会满心喜悦，立即放下手里的事情，跑过去扑到妈妈的怀里。回避型依恋的孩子看见妈妈时会无动于衷，继续做手里的事情，就好像妈妈的到来没有引起他内心的波澜似的。矛盾型依恋的孩子会出现忧郁，一会儿看看妈妈想扑过去，但又会掩盖这一点，继续做手里的事情，但又不能专心，会偷偷地看妈妈。紊乱型依恋的孩子会在以上几种类型中不断变换，没有规律可言。孤独星球其实就是比较经典的回避型依恋吧。回避型依恋，或者说孤独星球，在缺乏情感链接的情况下形成，以后他们稳稳地活在自己的轨道上，任何需要偏离轨道走出孤独星球的事情，他们都觉得是对自己的干扰。如果从道理上明白出去做点什么是对的，那能说服他们走出去一下。可他们极少觉得自己的回避有问题，他们会觉得我不索求你又能付出，我怎么可能有错？女人是孤独星球的当然也不在少数。比如一位女子说，我并不奢求什么，只要身边有一个人就好。这是多么低级别的对关系的需求啊！如果和他建立了亲密关系，成为了他的恋人或者孩子，那么他的恋人和孩子会感觉到致命的孤独。孤独星球为何孤独？就是因为一直活在孤独中，对和别人建立情感链接有各种恐惧。刘玉曾说，在遇到现任丈夫前，她的日子像一口枯井，而遇到他，生命才鲜活起来。这种情形是，过去的能量投不出去，而萎缩成一口枯井。但遇到一个真正爱的人，投注自己爱的能量，也能享受对方投注的能量，就不再是孤独星球了。不过，依我的了解，这一点通常并不容易，不是遇见一个对的人立即就 OK 了，那需要2个人共同走很长的一段路。缺位的父亲，作为孤独星球的男人，一旦成为父亲，那么他们就会是缺位的父亲。中国多数家庭中，父亲是缺位的，但悖论是，多数中国父亲是老实的，他们一直都在家里，他们的爱是有点暖意的，但也只是一点点暖意而已。他们的爱犹如他们的存在自身，淡淡的、弱弱的，可有可无。他们的好意常胜过母亲，但子女们常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一个不存在的父亲，他也有很重要的功能，也就是在场，而且是一个没有攻击性的，
默默承受一切的容器。同时，这样一个沉默的父亲，总伴随着一个绝望的母亲。母亲或女性，如果内心有一个绝望的婴儿，她难以包住自己的情绪，要宣泄出来，否则她会觉得生不如死。这样的父亲和母亲是中国式家庭的一种绝配。中国式的父亲们有共同的伤痛，他们被权力体系吸走，并且多数父亲自然不能在权力体系中有存在感，而父亲在外面被奴役时，在家里也就失去了尊严。大学3年级时，在回家的火车上认识一对母女，女孩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而她妈妈第一次在火车上见到我和我聊天时，竟然就聊哭了。哭诉的内容是，她年轻时都是和超级高干们跳舞的，但她的丈夫就只是一个工程师，这辈子这么没出息，她是瞎了眼了。她这样哭诉时，女儿在旁边一直白着眼，这种哭诉中的味儿，到现在听多了才知道其内容是，我本来可以嫁给龙王的，但我就是嫁给了一个虾兵蟹将。中国式的父亲常见的有这2种，在家但无力，有力量但没有人性，也缺席。看电影喜福会，其中就2种男人，软弱的好男人，有欲望的混蛋。欲望是有罪的，这种感觉造成了2种男人的割裂。压抑了欲望就是好男人，结果因为没有欲望，于是什么就得不到。没有罪恶感，于是留住了欲望，但却成了混蛋。我们对政府的态度，也就是对父亲的态度，好父亲极少存在过，存在的一直是有欲望的混蛋。或许中国家庭能生产越来越多的有力量的好父亲，我们的政治也就会更有力量且清明。只有龙王，也就是皇帝才被崇拜，才被视为男人，而普通的老男人在家庭中失去了地位，就像不存在一样。有一次，一个编剧在微博上发起一个探讨，为什么歧视公公？拿遥控器搜一遍电视，顿时就蒙圈了。媳妇的宣言，媳妇的美好时代，新女婿时代，女婿的美好时代，婆婆来了，婆婆遇上妈，婆婆的幸福时代。总而言之，就是婆婆、媳妇、女婿为主语，再加上许多不同的谓语、宾语来回组合，昏头脑胀之余，我愤愤不平，为什么没有公公什么事儿？这是中国家庭的微妙之处，一方面重男轻女，一方面排挤父亲。概括来说，中国人的文化焦点永远都是妈妈与孩子的关系。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最累的是自闭而孤独，自我被否定就是精神死亡，孤独星球与不存在的父亲这3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